李长寿张口吞下2枚灵丹，抬头注视着劫云漩涡的变化。正此时，3道身影从远处林中飞出，各自提笔匆匆写下一个挪字，身形撞在其上，唰的一下就消失不见了。这3道身影再出现时，已经是在李长寿的100丈之外，朝着李长寿迅速扑来。琼霄几乎是下意识的就要出手阻拦，手中已经抓住了金蛟剪，但是云霄素手一伸，拦住了琼霄的动作。是他的化身。3只化身迅速飞抵李长寿的身周，各自探出手掌抵在李长寿的身上。仙力回流，李长寿深吸一口气，3只纸道人迅速瘪了下去，化作了3只纸人，被他拿在手中，收入了藏在腰间的宝囊。这就是洪荒版仙力快充充电宝，现在仙力全满。李长寿目右神光涌动，上方劫云轻轻震颤，81枚雷般闪耀，水桶粗细，黑中带紫的神雷自空中悍然落下。天雷勾地火，罡风助玄冰，下方再有火焰涌来，雷劫侧旁，风剑斩落，更有一把玄冰凝成的长矛从4面8方对着李长寿全身各处扎来。李长寿一声轻喝，身周仙光涌动，再次手段齐出，身形快若虚幻，应对天劫来袭。但是第6道似乎又多了一点新东西。李长寿此时所不能见上方异象，但是玄都大法师4个人却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在那座万丈高塔之中，有数百身影自下3层窗口跳下，朝下方急落。喊杀声突然就出现在雷声之中，正应对风火雷冰心之5劫的李长寿连忙抬头看去，却见空中多了数百道人形身影，似天兵一般，夹带着滚滚肃杀气息，朝着下方急冲而来。哇塞，这天劫成精了！这应该是天劫之力所化，本质与雷劫什么的相同啊。李长寿自不敢大意，甚至稳妥起见，趁这些身影还没有冲下，直接就抽空甩出了10只纸道人。这些纸道人绕过肆虐的天劫，冲到高空，又将浑身仙力尽数祭起，各自甩出了数10颗玉质仙豆，砰砰之声不绝于耳，空中出现了数百仙豆力士，朝上方扑来的身影冲杀而去。纸道人斗兵的体系优势此刻彰显无疑，不用李长寿耗费多余的仙力，纸道人的仙力都是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。当然了，这些仙斗兵也就是试试水，若是能够拖延一下就再好不过了，让李长寿不至于手忙脚乱无从应对。哎呀，今日之天劫果然是没让他失望，都是些忘情上人没有体验过的新招式。长见识了。今日前来不过是想要看热闹的琼霄和碧霄，此时都颇有同感。真的长见识了。硬扛天劫是炼气士基本操作，这般以神通法力应对天劫其实也挺常见。李长寿此前各类神通法术看得人眼花缭乱，最多也只能称得上是一声精彩，但是此时出现在琼碧眼前的这般情形，他们真的是没见过。这是在渡劫还是在跟天劫开战呢？高空中的宝塔状劫云在缓缓旋转，劫云下方有数千道身影互相对冲，喊杀声惊天动地，不断有身影怦然炸散。实力强不强暂且另说，这观赏性就相当的不错。在他们眼中，正在下方抵挡天劫的李长寿身上虽然破破烂烂的有些狼狈，但是身形还算是潇洒自如。破烂的袖口不断地飞出一只只纸人，这些纸人灵巧地飞到更高的空中，化作人形，对着上方撒出一把又一把的豆子，不断补充被消耗的仙豆兵。这莫非是道门天罡36法中的剪纸成人与撒豆成兵？这2门神通还能这么用？
那天罡36法是某个不知名的道人闲来无事，用一些普通神通硬凑出来的吗？剪纸成人不就是把一张纸剪成人形，然后用力一吹就……琼霄和碧霄两姐妹的表情此时出奇的一致，都是少许赞叹，少许惊讶，少许新奇，还有一丢丢的冲动，想吐槽的冲动。碧霄赞道：哇，有趣，这神通当真有趣。琼霄问了一声：玄都师兄，这些神通是您改过的吗？大法师摇头轻笑：长寿总是会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，更难得他总能想办法将这些想法实现，这或许也是他被老师看中的一个原因吧。琼霄和碧霄齐齐恍然大悟状，两双明眸亮晶晶的看着远处李长寿的身形。高塔之中冲出的天劫灵兵实力都在天仙境中期，原本数百灵兵齐齐发难，自身又携天劫之力，配合五行天劫，确实会对李长寿造成极大的麻烦。但是此刻李长寿通过指道人不断撒出去的仙斗兵，竟然将这些灵兵完全挡下了，这就给了李长寿更多的缓冲余地。这一批仙斗兵已经是李长寿培育出的最强一批，能够在短时间内发挥出相当于真仙境的实力。但是一人操控数千仙斗兵，也是李长寿此时心神所不能承受的。所以他此时扔出去的仙斗，要么是皮糙肉厚的大盾仙斗，要么就是一胚致命的豌豆娘射手，爆发2次就直接消散。李长寿给这些仙斗兵下达了简单的指令，挡住上方的灵兵，就不再多管，专心应对天劫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天道老爷故意放水，这些天劫灵兵专注打豆豆30年，对渡劫者李长寿看都不看。也可以说天道认可了李长寿这种有些取巧的渡劫手段。很明显，小琼峰的老树新树再立奇功。虽然李长寿来渡劫之前他们又被炸死了一批，当李长寿承受了第7道雷劫，腾出手来，从远处急甩判官笔，将这些灵兵依次点碎。趁着第8道天劫还未降临，李长寿招来那5只充电宝指道人，给自己快充补充仙力，抬手吞下一颗5转灵丹，顺便还整理了一下自己破烂的仙衣，清点自己所剩下的指道人和仙斗储备。上方劫云虽然看不出缩小了多少，但是李长寿的心底已经有了明悟，这一次天劫应该还是9道，这浩瀚的天劫之力会在第9道完全爆发。而且天劫之后，保守估计会有1到2道天罚神雷，所以面对第8道天劫，哪怕手段齐出，李长寿也不能让自己受伤，必须以最强的状态迎接第9道天劫。一颗9转金丹已经在手边待命，李长寿扭头看脸大法师和3霄仙子所在的方向，心底安定了一些。上方雷斑闪动，108只紫色的雷斑不断的闪烁，李长寿脚下的荒山早已经消失，方圆数十里化作了一口巨大的岩浆湖，大片大地被天劫余波震碎。这就是自己的天劫呀！上方突然出现了震天的鼓声，李长寿抬头看去，却见那缓缓旋转的云层漩涡中飞出了截然不同的2只兵马。一只兵马奇形怪状，种族不一而论，又有众多飞禽走兽的特征，大多是别致又个性。另外一只兵马身形与人族相近，但是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郁的血气。妖巫，第8道天劫所显现出的天劫灵兵是巫妖2族，那第9道天劫该不会就是龙凤麒麟吧？呀，8成是了。李长寿感受了一下这些灵兵的实力，嘴角禁不住抽搐了几下。
怪不得这些灵兵会在五行天劫显化之前就现身，一个个都是天仙境后期的实力，各自有365支柱。第8道天劫显然就是要李长寿在对抗常规天劫雷冰风火心5连发的基础上，对抗这730位天仙境后期的灵兵劫杀。长生道果就在眼前，扛过去便是3花聚顶，扛不过那便是3花凋零。李长寿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吸了一口气，一只只指道人脱手而出，化作各类身形，甩出一片又一片的仙豆。渐渐的，除却李长寿的身周，空中布满了斗兵的身影。宝塔之下，一池紫黑色天雷倾倒而下，漫天青色的天风席卷而来。100里之外的云霄和大法师早已经记起了各自的法宝，准备好了神通，等待着出手的最佳时机。便是与李长寿不怎么熟的琼霄和碧霄也为李长寿捏了一把汗。只是眨眼，李长寿身形被雷霆烽火吞没，他身周的仙力屏障迅速溃散，但是已经散发出淡淡的金光倒去，却坚挺地承受着天劫之力的锤炼。一次呼吸，几次呼吸，长达1炷香的时间过去，天劫之力持续输出，雷光将方圆数千里的天空映照成了紫色。早有众多炼器士发现了此处有人在渡劫，但是一来怕被误伤，二来大法师散出去了少许道运，无人敢靠近罢了。捕捉到这般情形的众东周仙人，无论修为高低，一个个都是道心惊颤。是谁呀？渡劫的到底是谁呀？某处山林中，那只黑豹有些暴躁，在树梢上跳来跳去。这都第8道了，渡劫之人怎么还撑着？我真要啃树皮不成啊！莫非又是什么大能转世？为什么会有一个又字？黑豹顿时又是一阵茫然。再看渡劫之地，第8道天劫顺利撑过，天劫之力渐渐消散时，雷冰烽火开始收敛，空中厮杀的那一批巫妖灵兵也已快击破众仙斗兵的围攻。正此时，李长寿身形冲出雷幕火海，低头吐出一口鲜血，又吞下4、5颗闪耀着灵光的灵丹。单是灵丹消耗，此时就已经过100颗。他顺手擦了擦嘴角，提笔掌剑，径直冲向空中，必须要速战速决。只有将这些灵兵解决，自己才有更多的时间调整状态，迎接最后的第9道天劫。什么情况？即将冲到灵兵堆中的李长寿豁然抬头，却见那宝塔各处闪烁着金光，一只只紫金色雷般闪耀，足足有365周天之数。这都不给休息的时间的吗？课间休息都有10分钟的好吧？李长寿轻轻吸了一口气，此刻不是省吃俭用过日子的时候了，直接将一颗9转金丹用仙力包裹塞到了口中。此时虽然还用不上，但是这样做好准备，若自己撑不住，直接咬碎就是了。忽听头顶龙吟凤鸣，数10团流光自劫云各处冲出，整个劫云四散崩塌。浩瀚的天劫之力化作了2部分，半数凝成5行天劫，半数化作了数10只神龙神凤。龙凤翱翔，天地归于黑暗，仿佛在上演远古的天地崩碎大劫。长寿，莫要硬撑，这般劫数已非你能硬扛。玄都大法师的嗓音传入李长寿耳中。若你撑不住，立刻高呼，我和云霄师妹自会出手救你。李长寿口中含着9转金丹，立刻重重的点头。本是向前冲的他，身形立刻后退，指道人放出去的仙斗兵几乎转眼被突然杀出来的龙凤击碎，连带着那些巫妖灵兵也被这49只龙凤的虚影给撞碎了。
细节捕捉。李长寿见到这一幕，略微挑了挑眉，随之就是心肝乱颤。每一只龙凤的虚影，尽皆都是半步金仙的实力，再有天劫之力的加持，这单独一只虚影，怕是都能与金仙战力计算单位的掌门季无忧两败俱伤。这才是自己金仙界最大的挑战。不止如此，那365枚雷斑化作无形之罡风，凝成火海之天火，包围四面八方的玄冰。也就是心底泛起来的那么一点心魔，被那群健壮的老妪给乱脚踩死了。甚至那些老妪还摆出了一个个健美比赛时才会有的造型，凑成了一个个大字：寿之道心由他们守护。这般情形，这般状况，自己想成长生竟然如此困难。准备的底牌此刻虽然还有半数，但此刻用处都已经不算太大了。李长寿的心底无论如何推演，自己撑过这最后一波的概率都只有可怜的7成。7生3死，这4舍5入，这不就是9死1生吗？跟送死有啥区别？终于自己不得不记绝招了吗？喊大腿？自然不是，喊大腿那是终极奥义。李长寿闭上双眼，表情依然是十分的平静，手中甩出了一批批纸道人，纸道人继续撒豆成兵。这看似是无用之功，豆兵冲出去便是被龙凤直接秒成残渣，但是却能为李长寿拖延一点点的时间。仙豆兵将49头苍龙神凤引散，李长寿的身形渐渐被包围。这绝非是他能抵挡的天劫。一直沉默的云霄突然开口催促道：玄都师兄，咱们何时出手？再等等，他还未呼救。